我用旅行材把小厨房的鸡肋空间改造成了全件冰箱柜。精装修最气人的就是留出了一堆没用的角落，找全屋定制开口就要3000，但只要换个思路，旅行台做骨架，瓷砖墙面直接当柜板，这样半架就能搞定。先用 MATCAD 画个模块化的框架，注意框架和墙面之间要留出5毫米的缝隙，后面靠板材找齐就行。尺寸如果太极限，容易翻车。材料到齐，开始拼积木，先拼下柜。别忘了装抽屉轨道，还有地脚，再拼中间柜，两侧装上层板托，后面隔板一搭就 OK 了。接着拼转角顶柜，顶柜完工，然后一个一个塞进角落，用长螺栓把它们连到一起。框架完工，下期装柜门，看看到底能不能严丝合缝。之前用旅行材和海洋板做了满墙的洞洞板，这次再做个配套的换鞋凳，以后再也不用蹲着换鞋了。家门口的零零碎碎也有地方，刷上棕色木蜡油，作为鞋柜都有点屈才了，让它客串个电视柜也不错。MATCAD 画框架，设计合理20型材也能承重100斤。正面为了美观没有任何支撑，需要用3角支架加固一下。抽屉盒两侧要比洞口窄13毫米，留出装导轨的空间。外露部分用内置脚槽，虽然美观但有点晃，加上平面连接板就稳了。内部用角马连接更牢固，先搭背面，再连侧向型材，最后拼正面，组装，拧紧，拧上万向轮，框架完成。400目砂纸打磨，上第1遍油，百洁布蘸足油，快速打圈，快干时顺着纹理涂匀，最后用1000目砂纸轻磨，再上1遍，放木纹理裹上棕色木蜡油，像贴了金线一样。厂家提前写好损眼和损头，10分钟就能敲好3个抽屉。带阻尼的3节轨按这里拆开，外轨用这2个孔，后面尺寸不合适可以微调，中间的用船形螺母拧到型材上，两边用自贡钉钉到侧板上。内轨注意位置一致，做了个测量小工具，调整位置，拧紧，把抽屉插进去，超顺滑。先在框架上装层板托，侧板嵌入式，自贡钉拧紧，顶板外接式，下层板直接放上就行。完工，1.6米的长度既实用，颜值还满分。关注阿木，下期解锁你绝对没见过的翻转白板桌、桌腿、桌面、洞洞板、护眼灯、收纳盒，全部分开买。再用万能的旅行材把它们拼到一起，就做出了一张功能超强的实木升降桌，而且价格还不到成品的1半。不仅能电动升降，收纳力也拉满，各种工具、摆件、小零碎全有地方放。上面1.2米超大护眼灯，把整个桌面都照亮，扩展性也超强。机械臂、自制机箱、笔线盒，想装什么装什么。图纸清单在视频最后，带你轻松抄作业。桌腿用单电机的就够用，1.6米带3个记忆档位的才不到300，按说明书组装就行，没难度。桌面就搜新西兰松木板，纯实木，没甲醛，还专门让厂家切了个大斜边，玩手机、用电脑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连工带料200多，4颗 M5自贡钉就能搞定。注意松木软，电钻力矩要调到最小。再按图纸买些旅行材，边角放上3通，拧紧就行。其他位置内置脚槽连接，滑进槽口，插入另一根型材，拧紧顶丝。架子与桌面用 L 型角马连，船形螺母固定，拧上自贡钉，框架搞定。架子背面嵌入洞洞板，让厂家开好 U 型孔，拧上船形螺母，再放上6个层板托，搭上松木隔板，拧紧，置物架完工。照明就搜教室灯，用着放心，1.2米的才80，直接平替上千块的大路灯。型材上打2个沉头孔，插入螺栓，拧上2个螺母，灯上的铁片插到螺母中间，拧紧。护眼灯 OK。接下来装抽屉，再按图纸搭个小架子，抽屉外轨拧到架子上，内轨拧上松木板，插进去，放上周转箱，自贡钉拧扣，4个角装上 L 型角马，整个拧到桌子下面。抽屉搞定，桌面东西太多忍不了，下面粘上无线充模块，手机一放就充电。型材装上机械臂，拧上显示器，电脑机箱也省掉。洞洞板上直接挂主板，罩上亚克力，桌面只留鼠标和键盘，
这才是真电脑桌。图纸清单分享给大家，关注阿木，主页解锁更多 DIY 干货教程。我用1000块打造出一张网上卖2600的超实用2.4米海洋版大桌，性价比拉满。最近被旅行材海洋版种草，工作室刚好缺少一张大桌，上网一查居然要2600，于是决定自己来。研究了下结构，发现用不了多少材料，1000块就能搞定，难度也不大。在网上买齐做桌子的全部材料，海洋版我选用21毫米俄罗斯进口海洋版，所有材料一共用了970块。这是制作所需的全部工具，详细的材料工具清单我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点赞收藏，按需取用。做这张桌子总共就3步，第一步搭旅行材框架，行材的连接用到了角马和内置脚槽，看不见的地方我用角马连接，既便宜又牢固。露出来的桌腿部分用内置脚槽，从外部看完全隐形。桌板与框架的连接用这种平面角马，所有连接件都需要预先拧上船形螺母。接下来就是拼乐高环节了。桌面支撑部分我用了4040的型材，桌腿我选了40120，瞧瞧这粗壮的大腿。拼好之后就可以无脑拧螺丝了，大伙要耐得住寂寞。第二步就是处理桌面，强烈建议朋友们花60块让厂家来处理。但想追求完美的质感，还得自己来。我先用400目砂纸进行打磨，然后均匀地刷上2面清漆，最后再用1000目的砂纸进行精细打磨。这一通操作下来，相当于给桌面穿上了丝袜，这触感真是一模一个不吱声。Nice。最后一步就是旅行材框架与桌面的连接，用的是这种刺工钉，长度一定要小于你桌面的厚度。海洋版质地很硬，很难拧。建议大家像我一样，先打一个小孔，就会简单很多。一共是13个螺钉。大功告成，一起看看成品。还不错吧？你还想做点什么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是易善工坊阿木，一起动手，让生活因你而善。一块木板都不用，我用旅行材搭了个零甲醛的全金属衣柜。今天4步拆解 DIY 全过程，图纸清单在最后，记得抄作业。Mate CAD 画图，全用最便宜的20系型材，担心承重不行，别怕，衣柜钉墙上，借力承重。最关键的吊轨和衣杆处做足了强化，省钱又稳当。先拼背面，角马加内置脚槽双保险，侧面和正面要承重，全部打孔熔接，超结实。2040型材做隔山层板，透气又牢固。下面装吊环，插入衣杆，墙上打孔，敲进膨胀管，拧上层板托，框架直接就钉墙上了。吊轨要先打上20个孔才结实。船形螺母连接2040型材，一起装上框架，最后粘上地轨，全金属骨架完成。不用木板也能做出高颜值柜门，3段式折叠门设计，亚克力夹藤边。U 型陶条嵌入型材，插进亚克力，海棠花玻璃丝膜插进去，平台封边，再来3扇，上面拧吊轨滑轮，下面装导向轮，中间阻尼铰链连接，复古工业风折叠门完工。花200块请师傅直接用石膏板做假墙，刮腻子刷漆，衣柜就隐形了。最后粘灯带，贴感应器，开门自动点亮，放进宜家拉篮改造的抽屉。推入库架，当一篓，一个零甲醛巨能装的步入式衣柜就做好了。图纸清单在此，赶紧截图。关注阿木，下期带你做张能悬浮的床。我用旅行材把家里的窗台改成了可以肆意浇水的飘窗小花园，溢出的水全顺着下层的接水盘自动流到储水盒里，水位报警器也加上，以后再也不用跪着擦窗台了。双层设计，能摆也能挂，再配上自制的试管灯。卧室的氛围感直接拉满。上期发完17万网友催教程，今天他来了，只要一把扳手和一个电钻，简单3步就能轻松搞定。这是图纸和材料清单，赶紧收藏保存。还是用 Mate CAD 画图，为了保证结实，选用30型材，高度1.3米，吊篮和盆栽刚好不打架，长度和深度要按接水盘的尺寸来定。我这个长1.2米，深300，刚好严丝合缝。全部用内置脚槽连接，先预装顶丝，插入型材两端，一根根滑进去，拧紧就固定了。这2根最吃劲儿，要用这种双孔脚槽加强一下。4角就用3通，边角圆润防磕伤。最后拧上地角，装上端盖，旅行台框架完工。
框架四周卡上层板托，放上双层不锈钢接水盘，上层洞洞板放花盆，下层专门集水导流。出水盒就用了15块的茶渣桶平替，插进水管、报警器，集水装置搞定。光轴套上支撑座，插入光轴，拧紧。这下吊篮也有地方挂了。再用支撑座固定2个试管夹，下面夹住灯管。旅行材飘窗小花园完工，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创意好物。这是一根旅行材，我用它做了洞洞板、大书桌、白板桌，还有玄关柜。每次阿木已经做到飞起，但此时新手朋友的内心，我没上车，我没上车。今天做这个小边柜，带你从认识型材到设计、组装到板材连接，全流程零门槛讲解。视频有点长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以后你也能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家具。2020-3030指的就是旅行材的截面尺寸，数字越大，承重越强。2020做个边柜、置物架绰绰有余，3030可以做书桌、衣柜，4040做成大床，可以任意翻滚。另外，旅行材表面有一层阳极氧化膜，永远都不用担心生锈。这4个槽是万能接口，自由组合全靠它，有上百种配套零件可以装到这个槽子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旅行材都是标准件，设计超简单，专用软件 MateCAD 拖拽就能画，半小时就上手。先选型材，输入长度，自动吸附对齐，还能自动生成连接件，不满意也可以手动更改。画完直接导出图纸清单、3视图、零件图，零件清单全给你配好。组装靠的是各种连接件，常用的有角马、内置脚槽、L 型连接板、3通等等。这次用的是内置脚槽，优点是颜值高，从外面看不到任何连接件，缺点是不够牢固，但小边柜已经足够了。首先把顶丝拧入脚槽，注意别突出表面，脚槽两端插入2根型材凹槽，把顶丝拧紧就完成了固定。所有的型材都这么连在一起。地脚和轮子需要公司安装，没有工具的可以让厂家代劳，这样一个旅行材框架就完成了。海洋板与旅行材是绝配，有2种固定方式：嵌入式，用的是层板托，把层板托放入凹槽，把板材按进去就行了。20型材配12毫米厚海洋板，可以做到严丝合缝。外接式，用这种伸出来的层板托，配套的是船形螺母，也叫梯形螺母，是型材连接最常用的零件。安装方式是把螺母、螺丝和连接件提前组装在一起，顺着凹槽的方向插入，顺时针拧紧。船形螺母在转动90度后就不再旋转了，继续拧，螺母和螺丝就把旅行材夹紧固定了。海洋板放在层板托上，用自攻钉拧紧。侧板也是嵌入式的，这里的层板托是带孔的，可以插入自攻钉。抽屉属于进阶内容，以后单独讲。这样一个旅行材边柜就完成了。关于旅行材 DIY 的任何问题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技巧。搭框架、搭木板、装抽屉，我手搓了个移动收纳柜，不到半平米装下我所有工具零件，还能丝滑推拉，直接变身移动工作站。今天4部保姆级教程来了，图纸清单在视频最后，欢迎抄作业。用 MateCAD 画图，选用20旅行材，简单几步拖拽就画好了。高度900，站着干活最顺手，还正好能塞进4个周转箱抽屉，宽度850，深400，台面够宽敞，零件盒也能无缝嵌入。注意抽屉洞口要比中转箱宽2.5公分，这是给轨道预留的空间。型材连接全用内置脚槽，先预装顶丝，滑入脚槽，插入型材，再拧紧顶丝就 OK 了。边角用3维连接件，其实就是3向的脚槽。先装好一个侧面，插上立柱，再装上中间型材，最后封上另一面，加上福马轮，翻过来，框架完工。木板安装分3种，层板全是嵌入式，先放上层板托，拧紧顶丝，嵌入木板。洞洞板是外挂式，先预装船形螺母，挂上洞洞板，全部拧紧。工作台面需要先装支架，放上木板，然后用自攻钉固定，木板完工。先装轨道，按这里拔出内轨。底座我3D 打印了个支架，省钱，也可以用木板或者型材代替。支架拧到内轨上，外轨直接固定到型材上，插入内轨，放上主转箱就 OK 了。一个抽屉成本不到30，最后放上零件盒、图纸和材料清单，大家收藏保存。关注阿木，主页还有更多 DIY 干货。有人说家是买来的，但在我这儿，家是做出来的。起初只是想给满屋工具找个归宿，就用旅行材和海洋板搭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有了它，沙发都省了。工具盒秒变抽屉，3D 打印机也有了安稳的角落。再用试管夹和电推杆 DIY 一套悬浮试管灯，
再自己动手配张2.4米的超大桌，嫌工地味儿太浓，加上木方、光轴、亚克力，瞬间变成买不起的样子。想随手记下好点子，就用气弹簧和珐琅板顺手做了个变形白板桌，书桌、磁吸白板，单手就能轻松切换。拉起把手，用秒变移动小推车，但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那就用电动升降杆和可控气弹簧搞个升级款，更大、更稳、更丝滑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。翻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一转眼夏天到了，我又盯上了门口独立的楼道，给海洋板刷上棕色木蜡油，配上邢台框架，就得到了一整墙的中古风洞洞板。再用杜邦纸和阳光板做个灯箱，贴上3D 打印的 slogan， 高级感拉满，配上颜值满分的鞋柜和小边柜，谁来了不得说一句我的天哪？10月爸妈要来看孙子，为了让他们住得放心，我做了个零甲醛衣柜，旅行才做骨架，石膏板封外墙，配上3段式折叠对开门，环保又美观。再搭一张旅行台悬浮床，安装简单的就像拼乐高。8080大腿配上巨结实的压铸脚码，真正做到一床传3代。忘了做床头柜，找块邢材，2头拧上地脚，一个顶天立地置物架就此诞生。从买到做 ，DIY 给我的不只是义乌家具，更是我的生活我做主的踏实感。关注阿木，一起动手创造你理想的家。DIY 工具大盘点，300块就开工。我自己 DIY 搞定了工作室、楼道、卧室。有粉丝说看我这一墙工具直接劝退，别慌，旅行材 DIY 的门槛就这么高。今天带你盘点5大核心工具，最好用的我放在最后压轴。全能王牌手电钻、公丝、钻孔、聚锭螺栓、拧刺工钉，从邢材到木板，再到墙面，没它搞不定的，价格从20到5000都有，新手就入手个200块国产的，完全够用。旧厂专家手锯 DIY 难免算错尺寸，只要备齐这2把旧厂专家，心里永远不慌。这把锯金属，铝制软，1分钟就搞定；这把锯木头，切边裁角，灵活安全。2把加起来就50，让你告别尺寸焦虑。细节魔法师锉刀，邢材切口有毛刺，连接件卡不上，一把锉刀专治各种不符，锯口刮2下，光滑又平整，连接件磨一磨，严丝又合缝，不用专用工具也能磨出圆润手感。这细节神器20块就能拥有。美颜神器打磨器，嫌海洋板颜色太素，想改个色。美颜第一步，磨皮是关键，手动打磨器，铺上砂纸，2边一夹，效率翻倍，轻松磨出细腻质感。9块9包邮，便宜的像白给。压轴的来了，松动终结者6角扳手。有人问，有电动的为啥还要用手动扳手？这是电动螺丝刀，6角扳手的力矩可以达到它的10倍。这是电钻，6角扳手的力矩可以达到它的2倍。总有朋友担心旅行材连接会松动，只要用它用力锁紧，用上10年没问题。灵活轻便，20-30的就够用。齐活300预算，你的 DIY 之路就此开启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干货等着你。1分钟教会你自己在家做抽屉。我手做了个旅行台抽屉柜，5种最适合 DIY 的抽屉，一次做了个遍。哪种最简单，哪种最省钱，一个视频全讲透。不要一提到榫卯就想到高端老手艺，现在木板厂家的数控设备分分钟搞定，我们只需要1把锤子就能把抽屉盒敲好。导轨用阻尼3节轨，先这里分开，外轨拧到邢材上，内轨拧到抽屉最下沿，插进去，榫卯抽屉就做好了，超级简单，结实耐用，就是价格不友好，将近200。那木板抽屉怎么做能便宜？分底抽就是答案。好看的海洋板只做面板20块，盒子用便宜的松木板50块，4公钉拧到一起，省掉了榫卯的加工费。最后装上轨道，总价85，半价就做出了一样的木板抽屉。木头抽屉看腻了，旅行材抽屉颜值拉满，就是安装有点繁琐，用3维连接件把20邢材拼成框架，塞入防松槽条，插上长虹亚克力，封上顶端邢台，下面放4个层板托，嵌入抽屉底板，装上轨道，完工，总价100出头。不想自己做盒子，周转箱可以直接平替，木板2边装上轨道做底座，周转箱钉上就 OK。
也可以 3D 打印4个支座，自贡钉拧到木板上，把周转箱嵌进去，需要的时候整个端走。虽然不是严丝合缝，但它是真的省，还不到50。那最便宜的抽屉做法是什么？轨道4块，盒子15、19块就能搞定一个抽屉，但是宽度42厘米卡死了。轨道也稍显简陋，把手太多会掉进去。不过日常收纳完全够用。这是5款抽屉的数据和个人打分，有不同意见的评论区留言。关注阿木，主页还有更多 DIY 干货。我 DIY 了个摩托躺椅，朋友买了辆新摩托，让我羡慕的不行，于是淘来摩托悬挂，再配上旅行材，做了个摩托躺椅，外观霸气，坐感 Q 弹，还能自由拓展。今天保姆级教程，带你3步抄作业。图纸清单在最后，记得截图保存。用 MACAD 画图，120度靠背直接躺平，承重全是3角结构，这样一半连接都不是直角，全靠斜角角码精准适配。型台到货，分类摆好，天拼底座、坐凳和靠背，全角码连接，先预装船型螺母，插入型台，螺母旋转90度卡住，继续拧就固定了。用这些零件连接靠背和坐凳，先连直角，再拧2个斜角，坐凳和靠背就拼好了。底座连接靠的是活动角码，先拆开，分别连接靠背和底座，再拼起来，插入螺栓和套管，拧紧就 OK 了。用 U 型支架装摩托悬挂，先固定2个 U 型支架，插入悬挂，拧紧固定。先用任意角度连接键搞定把手接缝，在型材上放入弹片螺母，用螺栓拧紧把手，整个框架完工。黑胡桃木错出圆角，打磨光滑，刷水性漆，自贡钉拧扣型材，把手搞定。再做个 X 型红盘脚踏，装上端盖，拧上 T 角，最后放上坐垫，大功告成。图纸清单在这里，赶紧截图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好物等着你。